好，今天是2021年9月30号，第一章第5次上课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 ASCII 里面最重要的应用，就是 Get ASCII 杂极氧化层杂极氧化层。那它相当于一个电容的介电层啊。那我们要求这个杂极氧化层这是 MOS 嘛那以后我会慢慢跟大家讲，我们早期是用 Metal Gate 的，后来又用 Polysilicon Gate，那现在又回到 Metal Gate 了这有它那个元件缩小它必然的原因这个后面会再讲。那我们看一下，这是 MOS 所以说这个 MOSFET 元件除了微影之外微影也很重要。微影时刻啦都很重要啦。那在元件本身最关键，这个 MOS 一定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这个厚度要非常非常精准，然后这个晶格这个接面要缺陷要很少如果缺陷太多的话，你的临界电压会太大，或漂移或漏电流太大或者是说这边突然有一个缺陷的话，你直接这边会碰穿，那你元件也会失效就短路。所以这层氧化系要非常的致密所以它一定是要用什么干式氧化法dry ASCII那到现在还是很常用很常用。因为如果我们要需要到 N 精度的 ASCII 我们一定要用干式氧化法干式氧化法这可以控制的非常非常精准，你只要把那个氧气通的非常非常稀薄就好了，它反应速率非常非常精准。你看这个16 16 它是可以精准控制的其实涨到10 5 可能都没有问题现在技术非常非常厉害现在真正的奈米科技在半导体，而且甚至再过10年就要进入所谓的 N 创的 order 了不再是奈米，是埃米N 创真正奈米科技集大成的还是在半导体。10年2000年是2000年嘛，奥巴马当总统2010他讲奈米科技嘛，对不对？2010，就是到现在2020了那其实真正集大成的还是半导体因为半导体的商业潜力太大了那个GaAsCII 需要最好的品质highest quality 重要部分我会讲慢一点，所以你自己要抓住老师这种节奏。我讲很快，代表那个东西不是很重要的故事。那我停留很久，代表就是重要的。好，那这个模后呢？你可以用，如果你同时有掌控片的话，你用椭圆偏振离椭圆偏振离也可以量得非常非常准。那如果你已经是长成元件了，像这样已经是元件了那你只好切梯验切梯验。现在梯验以前我当学生时代真是几乎是材料系的同学材料系的博士班才有资格拍梯验我们都除非那个计划很有钱，我们才有可能拍梯验。那现在呢？现在到现在几乎我们硕士班所有做实验都要拍好几次梯验。所以随着时代进步，梯验变成也有配合 FIB 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容易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常常现在 on device 的时候就去切梯验，看各个膜的膜厚比如说我们最常看的还是杂极氧化层的膜厚，杂极氧化层的膜厚，或是一些重要电容接电子的膜厚这样子。好。那梯验还可以看一些金像也可以做一些元素分析，我们第2章再讲。好，再来讲扩散扩散主要就是让一些掺杂物去扩散，而早期的做法啦
就是说，就是利用那个silicon dioxide 的 diffusion mask 上刚刚有讲嘛，你要扩散的窗口，你要遮住的话，不要让它扩散的地方，就用 silicon dioxide 把它定义下来啊。那这个就是扩散的意思。我随着时间、温度跟时间，通常要很高温啊，到好几百度啊，800度、1000度啊，经过几十分钟的扩散，所以这是很暴力的就是扩散，就是很像卤猪脚啦，就是越高温啊，时间越长，那个猪脚卤的越红，越黑越红这样子越深这样子。那这扩散是很暴力的这掺杂物的扩散，比如说你要变成 N 型半导体，要变 B 型半导体通常是在那个扩散制程早期会用在做紧制程威尔紧制程地方会用扩散，因为紧制程的地方我们那个对那个掺杂的这个精准度浓度的精准度不是这么要求，没有那么严格那现在做这种扩散比如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这是 P 型半导体，我们就以 P 型来，假设我把硼把它掺进来硼把它掺进来把硼掺进来把硼掺进来，那你随着温度跟时间温度跟时间它就会那个扩散进去嘛，这是一个自然的物理现象嘛它是一个物理现象嘛，扩散是个物理的现象嘛就分子间的碰撞，浓度高碰碰碰碰碰碰，浓度高就会往浓度低的地方扩散嘛它扩散的距离就取决于你的扩散的温度跟时间扩散的温度跟时间那个我看制程细节这边有，后面有那其实这种扩散你可以想象，其实是不太精准的，对不对比如说我要扩散到某一个200 N 的深度，就是很难控制啊，对不对？那你温度到底要600度还是625度？那到底要1个小时还是1.5小时？真的很难控制啊，很难控制很难控制。所以说做这种紧制程比较大尺寸，比如说这是1 micron 的制程，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它误差可能有0.1，我可以接受通常半导体或电子领域，大概我们能够接受的不准误差大概是10% 10% 所以说你要1 micron 的话，我可以接受你0.1的误差，这样我可以接受你10% 的误差。那可是你说1 micron，你要到所以你要到1 micron，它本身就有1 micron 的不准度了，那你1 micron 以下怎么用？可能0.5就不能用了。我这边是比较保守，说0.1以下就不用。事实上，我猜可能大概1 micron 以下就不用这种扩散来当这种形成 N 区 P 区这种掺杂区的这个过程但是现在还是有用，就是用在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还是有用，因为太阳能电池的话就是随便反正太阳电池那么大一颗，对不对太阳电池一颗一片就5、6寸那么大，那随便反正 N 型 P 型扩散它只要它的大概扩散的大概只要1 micron 深这样，你不准就不准了，也没差对不对？但是 IC 不行IC 不行IC 不行。好，然后接下来讲一个所谓的叫做 thermal budget 叫 thermal budget 叫做热预算热预算。热预算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我们说制程你会经过很多的热制程嘛，比如说牺牲氧化层隔离氧化层等等等等之类的你会经过或扩散制程会经过很多的热制程，我们把所有的热制程的温度跟时间把它加起来我们就统称叫做一个热预算。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随着这个制程越来越那个细微，越来越微缩之下那我们热预算要下降。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掺杂物如果
在比较大的温度跟比较长的时间，它会乱跑哦，它会乱跑哦。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些掺杂物啊，NP、NP 啊，哦，那这乱跑，乱跑的话，你元件的那个特性就会失真嘛，哈、特性就会失真。所以我们尽量降低热预算，尽量降低热预算。那现在就是很重要的是低温的制程，我以后后面会讲，包含有镭射退火啊等等的哈，这些低温的制程这样子啊，那就很重要。还有就是说，我们离子布置以后要热退火，那现在以后就是用直接累进法来取代这种过大的热预算，这以后都会讲。不过这个基本的概念还是要有啦哈。元件做到越精细的话，你的热预算哈就要越小哦，热预算要越小。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就是说热预算过大的这个例子哈，如果我希望哈，这个是 surgeon implantation 哦，就是就是当啦当下在 source 跟 drain 离子布置完之后，如果你真的完全不知道离子布置是什么，你就赶快去买萧红的书啦啊，赶快去借啦啊。当下布置完之后，它的形状是这个样子的。那你经过一段的热预算的时候，这个会扩散了，你会发现它往那个中间那个掺杂物往那个中间移动了哦，往中间移动。那如果那两个橘色的那个掺杂物碰在一起的话，这个元件就短路了，就死翘翘了啊、哦。所以热预算过多的话，会造成元件特性的失真啊，然后甚至就是会直接就是元件就是死掉了啊，元件就是死掉了。那我们尽量要减少这个热预算，所以未来哈会讲很多哈减少这种热预算的制成的方法啊，比如说快速热退火啊，镭射退火哦，或者说自我累积的掺杂制成哦哦，这个等等的，就是为了降低这个热预算，还有直接那个 shell trench isolation 啊，隔离制成啊，也是只用蚀刻的方式，用那个 CVG 填阿塞，那也是要降低热预算，就很多制程发展啊，就是也是为了降低这个热预算，因为这个热预算是那个整个 process flow 这个很重要一个影响很重要一个影响啊。好，然后这个diffusion 早期就是说，还有一个叫 drive in 还有一个叫 drive in 的制程那这个也很少用了啦，这个也很少用，那除非特殊的领域，比如说高压元件那种的，它要很深的那个紧制层时候才需要现在也应该大家提用离子布置就都可以了所以这些特殊的高压元件，假设我离子布置不够深怎么办我不要求那个元件很小，但是我要求这个元件这个井很深离子布置的深度只有比如说它的最多达到1000 angstrom，那我这边要5000 angstrom怎么办？那我就去把它再加热，再加热，它就会什么驱使这个phosphorus， 就是驱使它在 drive in 就驱入了drive in 把它驱赶进去更深的地方这个是为了做很深的紧致层很深的紧致层。那这个有的特殊的利基的地方有在使用这样子好，这叫 drive in drive in 要特别是要很深，离子布置的超过离子布置极限的深度，我要让它再深，我就要用这个要记住离子布置假设它的极限也是那个1000 angstrom1000 angstrom 100奈米，那如果我要升到500奈米了，没有办法啦，你离子布置机就是只能打那么深。
那我就怎么样加热再把它驱车下去，好像在驱赶羊群这样，把它加热把它驱下去这样子。好。他这边有个理由啦，就是说为什么离子不直接？当然说你说用同步辐射那么强的，当然也可以啊。问题是杀鸡要用牛刀嘛，你是非常非常贵的。如果你要很强的离子不直接是很贵的哦，所以没有必要哦。就是我们就一般的商用离子不直接哦，它没有办法那么深的话，就用 drive in 的方法去克服啊。好，再量所谓的。如果我们掺杂的话，我们假设我们是用那个 diffusion 扩散制成去掺杂啊。我们掺杂有两种啦，就是扩散跟离子布置啦，扩散跟离子布置啦扩散跟离子布置。如果你到这边，你这两个术语你完全没听过，你一定要去买萧红的书了哈。这是研究所的课，不会等你啊研究所是精英教育，大家记住，我不会在那边等你的不会在那边等你从白纸这样从零开始这样跟你慢慢教这老师不是教我不好，没有从零开始，请搞清楚这是研究所的课研究所是要探知未来的所以我们要教到今年为止的技术那你才有能力去探索未来你大学部学都是20年前的东西啦，你不信你自己想看看，你现在学的大学部学的知识是不是20年前的好。再来这个4点探针4点探针细节我不讲了啦，反正就仪器量一量，它就会量出电阻给你啦，量出电阻率给你啦量出电阻率给你量出电阻率给你会量出电阻量出电阻给你啦，你知道厚度再换算电阻率啦它会量出电阻给你P 等于 IV 它会量电阻给你，那你要自己知道你的厚度，那厚度除上那个电阻除上你的厚度就是你的电阻率就是你的电阻率，那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这个掺杂有多浓。那这个4点探针不光是说你用那个扩散的方法得到，你用离子布置当然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得到了也可以得到这是一个简单又好用去算你这个掺杂物浓度的一个方法掺杂物浓度的方法。通常扩散这个深度真的比较难知道。那你用离子布置那的深度的话，你可以精准的计算，我们后面会教怎么算这样子那这可以查表那你的电阻率、厚度已知电阻量出来厚度已知电阻量出来你可以在 LL 除掉嘛你就可以得到电阻率。那电阻率你就可以换算你的掺杂浓度是多准是多准。那其实如果你要算重，这个只能算表面的电阻率，对不对？如果你要算纵深的呢，我后面会教，你就是要把它就像洋葱一层一层剥掉，那叫信使，你就要边10颗边量，边10颗边量这样子那在后面会再教材料分析那一段一个新的技术。好，这只是量表面的电阻率表面的电阻率去换算你表面的浓度，大概一个初步的现象初步的现象。比如你这个晶片拿来，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奇奇怪怪的制程？那你可以去量一下这个有没有经过表面一层氧化层不小心做氧化层你不知道，那你去量这电阻率，发现电阻好大，那表示代表这个表面被做过氧化层那你就要把氧化层洗掉。或者是一量比如说我买1115的这个掺杂的这个晶片你就去换算你就可以得到，你就发现这个晶片是还没开，是我买对的，我晶片是对的好，再来这个加热也会造成分子之间的扰动分子之间的扰动那通常我们就是大概在做完晶片以后，我们做大概450度 C 的大概30分钟的加热制程就是让金属去形成合金
叫做 a noise annealing 哈，a noise annealing。这个温度不好意思哦，这细节真的太多了啊。这个温度我是大概记得，可是我都没有把打字打上去，你们就反正考试你们 open book 嘛你们自己去查所以要自己去看自己去看这个合金化制成。不一定啦，我看看那个，他也没有特别写了。我们做大概是500度啦，大概是500度上下，他也没有特别写了他也没有特别写好，小红没有特别写，我也不会去特别考了我不会讨你们找你们麻烦这样子。我们尽量考那个重要的理论的原理跟知识这样子。好，那这种扰动也会形成这个金属细化物。那金属细化物在现在的制成非常非常一定要做，因为元件越做越小这个要接触电阻很大你看那个接触的那个接触的电阻正比于面积嘛，你现在那个越做越小，你的面积是不是也越来越小？所以那个接触电阻会很大元件收卷收卷我看一下就是这边这边的接触电阻会很大，收卷跟 gate 这个接触电阻都会很大，所以要做那个金属细化物。那现在主要是做钛 silicide 的那 cobalt 我就不讲了因为现在都是做钛 silicide 都是做钛 silicide 因为钛 silicide 比较稳定比较稳定。然后还发现，而且它还比较适合微缩早期有 cobalt silicide， 还有钛 silicide， 还有 tungsten silicide， 还有 moly silicide， 一大堆 silicide。后来发现继续微缩下去的话，是钛 silicide 它的物理特性适合微缩适合微缩。细节我们就不管了，反正就知道钛 silicide 现在是微缩的那个微缩的，现在是主流在用的，然后都是用钛 silicide。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钛 silicide 金属的钛的细化合物。既然是化合物，代表是有键结，细跟钛是有键结的，才会叫 silicide 金属钛应该讲钛细化合物silicide 是金属这个是指金属细化物，钛 silicide 就是 titanium silicide 就是钛的金属细化物好老舍好 OK 我们看怎么做就是说假设我这个N 费跟 P 费都做好了，那中间的 zero change isolation 做好了，最后面呢然后呢都还没有上金属之前都还没有上金属，我们叫前段制程还没有上金属之前，这个前段制程的最后一道我们就会做我们通常半导体制程有分为前段跟后段，前段制程就是还没有碰到金属 metal one， 就是还没有做到 contact， 还没有做到 metal one 的时候叫做前段制程还没有碰到金属之前叫前段制程，碰到金属之后我们就会叫做后段制程，我们就会叫后段制程。那 silicide 虽然是金属，可是我们还是把它归类到前段制程。那后段制程就是说这边这边要做一个接触孔，然后这边有 metal one， 这个才叫后段制程，好不好那没关系，这个先知道大概就好，反正期中考我会教到那边我会教到那边。好 OK， 那这个就是说还没有上那个蓝色之前你蓝色先不要看我现在开始 PVD 我把这个先当然要 clean 一下了好，然后接下来用 PVD 把蓝色的钛上去，然后 anneal 大概700度 C， 我看
看那个小红书，我们写几秒啊？一般是1分钟啦。他有时候都其实很多小细节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也没写出来。他大部分都只写温度，没有写时间。1分钟了，大家记一下，1分钟，我们以前做是1分钟了，大概60秒，大概啦哦。你说你要做50秒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就看效果好不好嘛。你要做65秒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就看效果好不好。那我们一般做50秒了，60秒了，1分钟了啊。它700度C 60秒啊，而且它一次就可以了。像以前 COBO 要2次哦，为什么台式力赛大家越来越成为主流？这样好做啊你要到600度C。好，这也是热制成嘛700度C 60秒，它就会形成什么？哎，这个抄一下刚刚之前没抄之前这个讲义没有，它系就会跟一个态就跟2个系反应而且这个不用微影它就乖乖的跟系反应傻傻的，因为这是化学反应它只会跟系反应它不会跟这个二氧化系反应USG 你把它看成二氧化系就对了，它就只会跟系反应，化学反应就是这样，乖乖的，就是会就是要怎么讲，化学反应就是这样，就是 A 跟 B 它就是会只会跟它反应就对了啦就是 A 就是它只会跟它反应那这个叫这个就不用微影我们就直接就形成细化物这样子细化物你看那个粉红色就是形成这个台次力赛，有没有看见？蓝色是钛，然后我们加了以后就变成台次力赛。那这边是二氧化系，你这边不懂没关系，后面会讲这是二氧化系就是其实你没看到，几乎所有的隔离的地方几乎都是用二氧化系的，因为二氧化系实在是太棒的工具人对不对？爱死了，真的这个半制成实在太爱死这个二氧化系的制成了，又简单又好用，又那个精度又好控制，然后又跟细简直是天生一对这样那这也是二氧化系，它不会跟二氧化系反应的，它只会跟细反应，有没有就是然后呢，那未反应完呢，就是泡硫酸把它去掉，所以它不要光照，这个叫什么？自我对准制程半导体最爱这种什么自我对准的制程self-aligned process 微影那边这个字还会再出现叫自我对准的制程，就是说它乖乖就是跟 source gate 形成台式力赛，我们看见粉红色的，所以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了什么 source drain 跟 gate 的接触电阻。早期是不要，可是元件现在越缩越小，那接触电阻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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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台式力赛也是一个在这个进入那个0.1奈米时代906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制程的一个突破。如果没有这个台式力赛的话，没有这个发明的话你纵使你现在今天7奈米、5奈米特性还是不好，因为你的电压全部被接触电阻吃掉，你可能现在手机的可能都没有办法操作那么久，那你 CPU 现在可能3伏操作。CPU 现在好像是几伏操作？我以前可能现在只要1点多伏就可以操作了。那你现在可能如果没有这个，你可能要10伏操作我的天哪，那你的电源供应器可能要买到5000瓦跟一台冷气一样所以这个也是很大一个突破，很大一个突破这样子台式力赛，这很变态半导体真的很变态真的想到什么怪方法都可以拿来用居然这个也可以用钛跟细可以整合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讲那个
早期啦哈，早期我们要做这个就是 Metal One 了哈，这个就是 Metal One 了啦哈。这早期很早很早很早期了哈，这个在我们学校还是有在做啦哈，要有在做要注意一下哈。你如果是用纯这个铝的金属哈，纯铝的金属哈，你去做你的Metal One 的那个金属接点的话，我们叫 Metal Pad 的话哈。那很容易会有spiking 啊，叫aluminum 的junction spike， 就会有一个好像魔爪这样插下去这样子，金刚狼这样插下去，会让你那个元件所破坏。那取代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改用铝系统去取代它啊。那铝系统那个原理你萧红书有写了，我也忘了啦啊。就反正就是把锡跟铜把铝包起来，让那个铝那个晶粒哈不要这样子很容易扩散掉啊。原理我也忘了啦哈。那考试 open book 哦，我忘了，你们不能忘哦因为这个来讲对我是 common sense 啊，我已经忘了它的原理了，因为我们都是直接拿来用了好。这个不教了啦，这个不教，这个过时了，这过时了。我后面第3章会再教了啊，这个是过时了哈。好，那这一节课就上到这里哈，我们下次上课哈，就再从微影开始哈。那我再把那个乐制程再 review 一次，好不好？花一点时间 review 一次哈。乐制程哈，硬体的话不太重要，现在就是曲直路管了啊。那热制程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氧化氧化部分氧化有包含 dry 跟 wet 那也可以有 diffusion 还有退火制程。那退火制程有很多种用法那这个氧化这个比例要背起来你涨55了55这百分比不好背了你就说涨100 angstrom 就会吃掉45就背起这样就比较好背那涨100的 poly 就会消失100，因为 poly 比较蓬松啦比较蓬松这样子它有金界比较不致密这样子。然后40克。那萧红在那个乐制程这边他有做很多的，在137页到143页他有写的很详细这些乐制程的那些表了我就没有讲在这边有表我就没讲你们自己去翻一下翻一下去翻一下考试的话 open book 我不管如果是需要查表，你自己不买书，你怨不得人你怨不得人风险自负我说教科书就是萧红这一本，教科书就是萧红这一本。你如果发什么毒誓这是我到研究所不买教科书，那就随便你你考试考不好你就不要来怨我。我说教科书就是萧红这一本，教科书就是萧红这一本。我讲3遍3遍代表很重要你立誓不买书不借书，考试如果要参考里面的你没有书参考。结果人家会写，你不会写，你不要来怨我我再讲一次好，它里面有很多表，130几页那边有很多表你可以看到40氧化法跟干式氧化法的差别，还有它的速率，它都做的表做的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那我们现在也是按照那个表，就是仪器那个机台也是按照它那个表来去做设定的因为它这个早期有公司都推出来了好，再来它二氧化硒可以当这个 diffusion barrier diffusion barrier 可以当做遮蔽的氧化层，那也可以当做牺牲氧化层，也可以当牺牲氧化层也可以当牺牲氧化层，然后最重要要长 gasite 最重要要长 gasite 之前要去做一次牺牲氧化层再洗掉
哦 ，gas 这是最重要的。这一层如果没做好，你元件就死掉了，就完蛋了啊！做这一层要特别注意啊。好，再来扩散制程啊，热制程啊，这扩散，那扩散不精准，然后只有剩下太阳能电池在用，跟一些高压元件，你要很深的紧制层做 drive in 在用。好，那你要量那个表面的那个你的掺杂浓度的话，你可以用4点探针算出电阻回推电阻率，就可以算出表面浓度。好，在这个热制程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合金化制程，可能是在那个后面金属化制程，你要跟 Metal One 的合金，那个温度不要太高，那个大概450左右。450左右，这小红书有写450左右。那如果要形成金属细化物有化学反应合金它不见得完100%化学反应它可能是混成这样子。但是细化物的话是有化学键结的，细化物有化学键结有化学键结，所以温度要高一点才会化学键结所以这个大概700度 C 60秒，会形成那个钛silicides里塞。那早期有很多 silicides 技术，那现在是钛 silicides 是主流因为它萎缩下去都很顺利，都非常的顺利。早期可能别的 silicides 电阻率比较低，可是它再萎缩下去可能就不行了，所以现在还是以钛 silicides 为主以后我们教都是教 silicides 部分，我们就是以钛 silicides 为主。好。那你如果用 aluminium 当纯金属去当 metal pad 的话，会有这个 aluminium spiking 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是用铝系统来取代它铝系统。通常我们在学校用铝系统啦，那业界也有在用啦那业界可能现在都用纯铜啦，纯铜电阻率更低了，但是比较低阶的制程，或是我们学校学生在这做实验的话，我们自己学术界在做，我们没有那种纯铜的那些制程那我们还是用铝系统，这样铝系统就可以避免这个 aluminium spiking 好，那就今天上到这边谢谢大家。